Hola, ¿cómo está? 我现在人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机场这边，所以接下来我要去西班牙南部的城市叫塞维利亚。那全长是差不多500到600公里。为什么我不要坐 train 还是坐飞机选择租车呢？因为其实在欧洲啊，租车往往都是便宜过你搭 train 的。那时间没有很紧迫，我又可以透过这个试驾旅程来感受一下 Fiat 500 Convertible， 还有西班牙从首都到南部的这个驾驶的风景等等。那因为我租的是一台 left hand drive 的车，而且又是一个 manual 的，我又在 left hand drive country， 所以等一下我会到半路的时候我才开始拍，因为开始我要先熟悉这辆车子的操作。那相信今天这一集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集，因为这样子的 content 不是每天会有嘛，所以 let's go let's move on。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et's go。2022年冬末初春，我一个人来到吉隆坡国际机场，准备飞去西班牙试车。那个时候是晚上11点，加上还处在疫情高峰期，所以整座机场的人非常的少。那我在 Plaza Premium Lounge 随便拿了点东西吃，就准备登机了。因为吉隆坡没有直飞马德里的航班，所以我必须要先飞7个小时到阿布达比转机。感谢 Ferrari Malaysia 帮我准备了 Etihad 航空的 Business Class， 这也是我第一次坐 Etihad 航空。它的座椅以暖色系为主，阅读灯的设计也非常的用心。标配意大利香氛品牌 Acqua di Parma 的护理套装，里面有基本的娱乐系统萤幕和遥控器。这里面提供的电影足够让你环绕地球几圈了。到阿布达比转机之前会送来3份餐点。那这个就是3点46 AM 送来的早餐。我在阿布达比机场逗留了2个小时左右。这个 Business Class Lounge 里面什么都有，你要吃东西、喝咖啡、喝水、喝酒都可以。离开阿布达比的时候已经是天亮了，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白天的阿布达比，因为之前每次转机都是在晚上。看下去的话，一大片的豪宅，土色、黄色、沙尘色，只有飞出海湾过后才看得到绿色和蓝色。从阿布达比飞到马德里要8个小时，但是坐在 Business Class 其实你是没有拉伸的，因为你整个人能够躺下来睡觉，而且是睡到很熟那一种。因为到马德里之前会经过 Barcelona， 所以你还没有到马德里之前就已经能够俯瞰西班牙的面貌了。今天相信这一集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集。Let's move on, let's go。还是开错边。Okay, so as you can see， 这个车子的它是 manual， 然后它的排档杆是在右边的，所以马来西亚人一般都是驾右驾版本，都是用左手来升档、降档、进牙、退牙。那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体验来的啦。所以这是一个 coupe， 只有2个门而已，然后后面都给我拿来放行李啊。那行李箱空间真的是非常的 limited。刚才我尝试把我的这个luggage要放啊，其实是完全放不下的，因为刚刚好顶到了。说刚好这个椅子呢，它虽然是双人座的，不过它有这个60/40分离倾倒功能，所以呢，我就把后面的椅子放倒过后就勉强放得下啦，还咁上下啦。我注册的时候我只知道这个是 Fiat 500，可是我不知道它居然还是一个 hybrid 的车型，所以变成我还要上网去 check 一下它什么 spec 多少 cc 什么其实也不重要了，你就加就对了嘛。OK， 我现在已经成功的离开了西班牙马德里的市中心，就是已经走了差不多50到100公里，所以我距离我的目的地还有438公里，所以我们就 Let's go。我现在是来这个所谓的 R&R 啦，就是休息站，然后这个petrol station 呢是叫 Repsol。那如果你是有看 MotoGP 的话，你就知道 Repsol 呢，它就是西班牙的国油。有点像是 Petronas Malaysia 这样子的意思啦。那 Repsol 在国际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油商啦。可以，所以等一下啊，我驾车先。靠右 ，OK， 靠右。OK， 我现在准备要离开这个休息站，回到去我的highway了。
搏恰，OK go。还是有点嘎啷嘎布的，因为你都知道马来西亚人啊，我们都是用左手来静压的嘛，所以右手也不懂哪里怪呢嘛，就是这本来就不是这个地方来的嘛。哦，有蹲。等一下先啊，这是我第一次从西班牙的休息站回到它的 highway， 给靠右。OK， 我要跟路牌是写 Badajoz，J 念 hash 啊，在西班牙。Badajoz， OK， 等一下啊，我要退回1号呀，无车，我好彩是无车 ，OK。哎呀，假了，我走错路了。等一下先，那个逻辑有一点不对。这个地方没有错，是一个葡萄园来的，因为西班牙是全世界，种植葡萄就是有应该是290万英亩的这个土地。你看，我才一开工就迷路啊！下Badajoz，OK。哎呀，我以为我可以一开始就讲话了。说我不是要去马德里，现在。OK， 我回到正轨了。Here we go, baby。这辆车是 1.0 L 车罢了啊，没有错，是只有听错呀，只有70个 horsepower 罢了。行了。OK， 你可以看到西班牙这边写着120啊，没有错，就是它的最高限速是120公里。其实呢，每次我去到一个新的国家，我都会跟他的 law 走啦，就他讲走120，我就走120咯。不过因为这个 Fiat 500 Convertible 啊，你差不多去到120也就这样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15寸胎啊，然后 CC 小小的车，我刚才有 try 跑到140、160啦，把好像这辆车要飞起来这样啊，所以我就 keep 在110、120这样子。那很肯定的，西班牙人。就跟马来西亚人一样啊，没有人跟时速的，所以你走在120的时候，左右边一大堆车来跟你，所以我目测他们都是加160、180都是这样的啦。所以现在我距离我的目的地还有435公里，大概3小时41分钟。我原本是打算在半途中就停下来，在中间靠近葡萄牙的一个城市休息。后来经过我左思右想，我觉得还是直接去那边先，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啊，所以我还是用最保险的 plan right。其实我在欧洲开车，如果你不要把英国算是欧洲大陆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在 Continental， 就是欧洲大陆开车。因为我之前在意大利的时候是没有开车，那时候多大嘛，那现在也不是武大了，现在就觉得说，why not？ We just try it。说起西班牙，其实我个人对西班牙这个国家或者西班牙文化不是这么了解。相比较你说英国文化还是意大利文化，我可能还略有所闻。那西班牙对我来讲是一个相当奇怪的国家，不会讲奇怪，就是我对它是有相当大的问号，因为根据数据上呢，西班牙是一个发达国家，就是在欧盟里面排名前几名的一个经济体。可是我总觉得西班牙好像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它又好像是一个发达国家，可是它又没有给我发达国家的感觉。可是它事实上它就是一个technically 的发达国家。因为我对西班牙的印象是来自于几个地方，首先就是 Formula One 啊，我们知道有 Fernando Alonso， 现在有 Carlos Sainz， 所以西班牙车手包括 MotoGP 里面有 Pedrosa， 有这个 Marquez， 还有现在最新的 MotoGP 车手就是包括 Repsol Honda 也是一个由西班牙的 Repsol 赞助的车队。那 NBA 的话，我知道有 Pau Gasol， 有 Marc Gasol， 就是西班牙的球员。当然西班牙大家印象最熟悉的就是他们的足球队 La Liga， 也就是西班牙甲级足球联赛，有这个 Real Madrid 皇家马德里，然后有 Barcelona 巴塞罗那的球队，这几支球队都是在欧洲是数一数二的啦。所以西班牙其实我对它的 first impression 是它的 sport， 篮球、足球、Formula One 赛车、MotoGP 赛车，那个是我作为一个
比较有关心体育的人就会对西班牙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我从事汽车媒体之后呢，我就开始，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欧洲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在 Top Gear 的嘛，所以 Top Gear 就会经常会描述西班牙。所以对英国人来讲，南欧、欧洲南部、西班牙、葡萄牙这种都是阳光明媚，然后空气相对比较温暖，然后就是很多人会把这边当成是一个就怎么讲，冬天来这边见阳光，所以有些人也开玩笑讲西班牙是一个卖阳光为生的国家，就是靠旅游业在欧洲里面。可是阳光明媚这件事情对于一个马来西亚人来讲，可能不是这么有吸引力。等下我要搁车了，5号牙 ，Go！过完先 ，OK， 再回去 ，OK， 所以各车也是一样的东西，不过2条链你就必须要从左边割了所以现在我已经在西班牙有大概第2天了。昨天我花了一点时间去摸索一下这边人的套路，这边的人讲话的一些方式，然后他们到底会不会英文。所以根据昨天我在这个机场附近走了一圈过后，我发现这边人的英语能力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来的不普及的。它毕竟就是西班牙语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然后全世界最多人讲西班牙语的国家是墨西哥，第2名是哥伦比亚 Colombia， 再来到这个西班牙，然后再下来就是 Argentina 阿根廷。所以当然是把西班牙语列为国语 national language 的国家就有20多个了。所以官方非官方全世界大概有超过30个国家你都能够用西班牙语通行的。所以我对于西班牙语是一个相当的 respect 啦，因为就是我们说欧洲语言继英语之后，西班牙语是一个最 strong 的一个语言了。但是毕竟它不在我的这个文化范围里面所以我对西班牙语是我在很久以前有大略的学过意大利文，所以我能够用我仅有那一点点的意大利文的逻辑来推断西班牙。所以西班牙语就是一个很多 S 的 Italiano， 所以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我知道 1 2 3 4 5这种1 2 3 4啦，所以西班牙也是 similar same but different。 OK， 等一下这边这辆 sit 多有一点慢了，我要搁车了。 OK， 不用了，在6号牙也可以搁车的。我还有425公里，那在我眼前的景象就是树木有点枯，现在是3月，外面是8度。讲到温度我当时候租车的时候，他问我你要租 aircon 还是没有 aircon 的，我就心想哪里有人租车没有 aircon 的，啥人没有 aircon 的车讲价？因为我用马来西亚的 logic 来推断嘛，没有 aircon 是收纳来的，懂吗？然后刚才我一刹车我就发现到不对了，因为我的外面车外面是比车里面冷的，外面大概只是7、8度，现在阳光这么大都要7、8度了，所以等一下黄昏过后大概是5、6度这样罢了。然后我的 aircon 现在是set 19度，所以基本上这个不可以叫 aircon 了，它不可以叫冷气了，它是空调暖气这样子的东西Badajoz， 每次看到 J 要把它念成 hash，OK， 所以let's move on。我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的路程，还有剩下大概250公里就到我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塞维亚，塞维利亚，西班牙的第4大城市。那我刚才从早上几点9点10点，应该是9点多10点左右开到现在下午1点了。我的目的地应该我会在3点半左右到那个地方。那其实走 highway 不管你在什么国家都一样的，就是跟着前面的车走，慢的话就在 slow lane， 快的话就到 fast lane。只是说这辆车子因为 CC 小，变成有时候上坡的时候你会要退多一个牙，从6号牙去到5号牙。一路上我看到的车子基本上都是 Peugeot、Volkswagen， 然后再来就是 BMW、Mercedes 这种。那日本车真的是非常非常少。然后有趣的是，我到今天为止，我在路上看到的 Mazda CX-5 跟 Mazda 3还多过 Honda，Toyota 也是很少， Lexus 也是很少。
不过当你看到 Toyota 看到 Lexus 的时候，它一定是 hybrid 的。Con-L-Form 是 hybrid 的，它不会是没有 hybrid 的，因为欧盟这边的这个废气排放的管制啊，这个 CO2 二氧化碳排放管制到非常的严格，所以无论是我这辆 Fiat 驾着的这辆 Fiat， 它都是一个 hybrid 的车子。然后纯汽油大 CC 的在欧洲应该是，哇，你看几块 S Class， 应该是找不到的啦。那其实在国外租车最好就是它有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了，因为我有一个 SIM 卡，它可以上网，可以插 USB， 我就用这个 Android Auto Google Map 就可以容易啦，因为你已经习惯这个 Google Map 了的嘛。然后它又不像英国这样子用什么 miles 用什么 yard 的，它还是一样用回 kilometer， 所以是非常好容易去理解啊。你看啊，后面来一辆，这个什么车来的？这个是 Kia Micha 来 Sorento， 哇，这样漂亮啊 Sorento。我现在还有88公里就到我的目的地 Seville 塞维利亚，开了非常多个小时的感想是。其实感触良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已经上一次出国开车真的是很久很久了。没有错，是19年的10月，那时候我去英国出差，那时候也驾不远啊。那时候我从 London 驾去 Oxford， 再从 Oxford 驾去几个地方过后再回去 London， 那相对是一个比较短的一种试驾。那今天这个就是一个。算是我在国外开车，不会讲最长，北海道还是最长。在欧洲算是驾最久的一次好啦。虽然西班牙语我不明白，不过至少它是用 alphabet 的，就是 ABCD 的，所以万一我不懂，你还可以马上去查。不像一些国家可能它是，比如说它是阿拉伯文字，或者它可能是泰文那种，你真的是了不起那个，因为你连怎么样去 search 都 search 不到。所以拉丁文这个东西就。西班牙语算是拉丁文的一支，我觉得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出国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因为虽然我的英文不好，不过至少我的英文boleh pakai，在很多的欧洲国家都可以用，甚至讲起来还不会输给那些不是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的人啊。所以其实很不简单，你会想你下飞机租车就直接走了这样子，就是。在马来西亚生长，在马来西亚成长，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他赋予我这种，很容易适应当地文化，很容易适应各种不同国家的马路的一种能力。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国家人都可以这样子，不过据我所知，我认识的很多朋友，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他们都不能够像我们马来西亚人这样子，很容易就是不会说太过害怕这样子，所以也当然也要非常感谢这个。Ferrari Malaysia， 因为我此趟行程就是去 Seville 试驾 Ferrari 296 GTB，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辆跟 Ferrari 比较有关系的车子，就是 Fiat， 因为早期 Ferrari 也是under这个 Fiat Chrysler 的 group 的，那现在 Ferrari 自立门户，就自己挂牌上市了，但是跟 Fiat 还算是有很大的渊源啦，所以开这一辆 Fiat 从马德里去到 Seville 试驾一辆 Ferrari，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所以现在我的目的地还有81公里，我的油缸还可以走138公里，所以差不多打油了。到 Sevilla 之前，我找了一间 Repsol 油站，填的是 E5 的 RON 95汽油，那第一缸就打了 31.42 litre， 一共是54欧元，大概245块马币。OK， let's go。Oh my god， 不是开玩笑的。我现在在西班牙南部，也就是 Sevilla 塞维利亚和 Huelva 之间的山路这边，开着这个 Ferrari 最新的 V6 跑车。它是一个有830个 horsepower 的 V6 plug-in hybrid Gran Turismo Ballenita。大家应该很少看到我穿这么厚在讲一台车子，因为现在的温度只有14度，所以现在我就大概的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296 GTB，它的这个空气力学到底下了哪一些的功夫。
Ferrari 安排我们住在 Sevilla 老城区附近的 Radisson Collection Hotel， 这个5星级酒店里面的设备非常的齐全，打开窗口之后也能够感受到满满的 Sevilla 的气味。那相较于首都马德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Sevilla 的氛围。马德里给我感觉比较认真严肃，那塞维利亚感觉就比较懂得享受生活。那如果你们对西班牙试驾 Ferrari 的影片有兴趣的话，欢迎点击右上方的 link。早上10点半，13度，我现在距离马德里还有293公里，大概就是 KL 到 JB 的这个距离。我记得我刚开始来到西班牙的时候，就是好几天前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度？这是一个会不会讲英文的国家？是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是不是一个先进国家？经过这几天跟这边的人、工作人员相处，还有从 Sevilla 到 Badajoz， 再到葡萄牙的边境，再一路回到马德里，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风景、空气、食物、人，让我感觉到说，一个国家。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先不先进、发不发达的，并不是摩天大楼，也不是它的人均 GDP，这些东西当然都很重要，非常重要。它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厚啊，而且位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他们经历了这个有摩尔人的文化，有阿拉伯文化，有伊斯兰文化，有天主教、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他们一种非常。怎么讲？非常阳光的个性啊！而且我觉得西班牙人的五官也长得非常的好看，因为他们也不是那种纯种的白人。说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西班牙人的素质，你在街上过马路你就知道了的。只要你一到马路的边上，不管是大车、小车、巴士车、公交车，他都会为你停下。当然是这个地点就赢马来西亚370万条街了。马来西亚，你尝试看一下，在马路上面，你举手，甚至你跪下来讲我要过马路，都没有人要鸟你。然后我在highway开车，第一，没有人会跳给我，没有人会顶我。慢的话，他们也不会欺负你。因为我始终觉得，在马来西亚开车呢，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啊。在马来西亚开快的人会想要欺负驾慢的人，所以你驾慢的人，你会一直有一种觉得被bully的感觉，见你贴很近，然后跟你这样子，你知道吗？那种感觉你会很怕。然后我开着这样小辆的车，如果像是在马来西亚，我相信我会超级没有安全感。可是在这里开车真的是很爽，人家远远看到你慢，就自己割掉你就算了。OK， 他不会逼你，不会催你，自己走自己的 lane， 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慢道，就这样子。然后一路上的风景就是葡萄园、橄榄园，种麦的，种一些花花草草的，畜牧的，养牛的、羊的这些。整个就是我相信啦，我相信对于居住在欧洲西欧北部的，我们说比如讲英国英格兰、苏格兰、荷兰，甚至是北欧那几国，那这 Scandinavian 来讲，西班牙对他们来讲应该是一个 sunny side。我希望在可能明年的这个时候，就是我还蛮喜欢这样的天气的，就是大概早上7、8度、8、9度、10多度，中午可能给你一个17、8度。晚上又回到8、9度这样子，我觉得是对一个马来西亚人来讲是 OK 的。那如果我来这边又是30、40度，no point right？ 所以你看没有力啊！这个 Fiat 500哦，1.0 liter 3 cylinder 70个 horsepower hybrid 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当你一点点上坡，你就磨烂掉。所以一磨烂你就要倒去5号牙。如果拿西够不高呢，你就要去4号牙。我很少去4号牙的，我不会，我阿干不到啊，因为。左手右手打牙，总之是5号牙就对了。给你就踩，一直踩，一直踩，踩到你的 RPM 大概到4000转的时候 ，up shift， OK 就可以了。我终于回到了租车中心。我 check 一下 mileage， 我开了1175公里。90% 是 highway 啦，10% 是小路 roundabout 这些 ，so 有一种活着回来了的感觉。我租的这个 Fiat 500 Convertible 呢，虽然是 Convertible 啦，不过我到现在都没有开过它。你要开它其实也不难的，你就这样子哦。我现在才打开这个天窗，
打开天窗说亮话。这样哦，冷空气 fresh air， 可是用不到啦，因为我那时候租这个窗口最重要是因为它的 mileage 是 unlimited 的，因为我走1100多嘛，如果你是有 mileage 限制我的话，跟我讲只可以走500或者只可以走1000，这样我可能不能够 fulfill 啦。So 因为这个是 road trip， 这个不是介绍车嘛，所以这个 Fiat 500，我觉得这台车子是一个非常好开的车子，虽然它很小很短，感觉上很像一个阿西亚，好像一个 Viva 这样子。不过其实你驾驶起来的时候，给你感觉好像叫波洛的感觉这样，而且它的整个 steering 啊，因为你在城市驾的时候，你按下这个 button 哦，它会很 soft， 很容易转。那 highway 的时候，你关掉它走回 highway mode 的时候，它整个声音就会很硬邦邦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还有没有机会看到这样子的车啦，所以非常感谢这个 Fiat 500，非常感谢它的配合，让我可以顺利的完成这一趟旅程，也非常感谢大家赏脸收看这一集非常特别的西班牙自驾之旅。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OK， So 如果没有错的话，我现在已经是过了border。OK， 过了，我在葡萄牙了。啊，就这样啊？因为我原本来之前，我在这个地图上面，我有尝试要找，怎么讲？找看它的 custom 在哪里啦，因为我怕过海关啊，拿 passport 啊 ，check 东 check 西啊，结果就这样子啊，我就这样子透过一条小路。就进到来葡萄牙了OK， 所以这个是算是我第一次来到葡萄牙，而且是以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来到葡萄牙。我不打算去到太远啦，因为等下要给多什么又要去绑定车子，毕竟这辆车子是租的嘛。所以我现在就找一个地方U turn回去西班牙，然后我再慢慢开车回去马德里。这边写着 Lisboa， 就是 Lisbon 西班牙的首都。西班牙，葡萄牙的首都马德里，I'm talking about 葡萄牙的首都 Lisboa， 里斯本。OK， 这个地方很像达农这样，你知道达农是哪里吗？做行错路不？无啦，应该是那款啦。地方停车。我刚才就在葡萄牙的油站里面买了一瓶水、一本汽车杂志，还有一个蛋挞。真的是很神奇，你在西班牙怎样都不会看到有人卖蛋挞的。可是，一进到来葡萄牙，哪怕它只是一个边境的城市，一个 border， 你都可以看得到它卖蛋挞。当然，它那个蛋挞呢，很甜啊，很像有很多糖浆在里面这样子。那跟我在澳门或者在马来西亚吃到的葡挞嘞有一点不同。毕竟是在葡萄牙吃到的葡挞嘛，还是感觉是有一点地道的啦。我现在又要 cross 回这个 border 了呀。OK， 这边写着 España， 就是西班牙。好，我又回到了西班牙了。Welcome back to 西班牙。